的频道，大家好，我是阿斌，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来找我哦。那在我们的影片开始之前，也不要吝啬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哦。我会用我的实务经验跟我的一些观点来跟大家了解说，不管你今天是一个刚开始要踏入这一行的一个社会新鲜人，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第一次要做设计装修的一个业主，都必须要知道的一些重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设计师。那在我们在讲这个东西之前的时候，我们之前呢已经有讲过说，必须设计师跟一般的装修厂商最大的差异点就在画图上面。今天这个画图呢，就是可以帮你模拟未来。那这个模拟未来的话，你才有办法从这个情节上面的话，一个一个去审视你未来要装修的每一个细节。那大家在寻找设计师的时候呢，通常不是从网络上面去寻找作品，要不然就是从朋友口耳相传介绍嘛。那当然，其实我认为9成9大概都是从朋友这边介绍居多，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在咨询设计师，通常是代表一种距离感，所以呢，这个时候既有朋友的一个实际操作过，他的一个口耳相传，大家会比较一个放心，比较有一种信任感。那其实呢，你会有很多的朋友，你也会有很多可以认识到的一个设计师。那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要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情况下，除了跟你一些相谈甚欢啦、风格上面的调性这些都 OK 以外，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想法，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可以马上让你有一个基准门槛来去挑选适合你的设计师。相对的，如果你今天是设计师的话，未来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门槛要去小心一下自己是不是要拥有这个技能，那就是画 3D 图。好，那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我讲那个 3D 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传统的一个室内视图流程里面呢，一开始一定是一张平面图。平面图跟你讨论好空间配置之后呢，我们再来谈细节，不管是剖面图、立面图、天花板，这些所有的图说呢，都归类于2D 的一个图说。那这个2D 的图说，大家知道2D 嘛？2D 就是一个平面式的。那为什么我刚刚讲 3D？3D 就是一个可以旋转，大家有玩过手游嘛？3D 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旋转？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角度的东西，并且会有颜色，会有材质。而且我们的2D 呢，基本上多半都是黑白的。那这种2D 的图说，你说它不好吗？不是，因为当初在制定的时候，国家是有一个标准去制定它，并且工程通用的，所以它的尺寸要非常的精细。它其实它本身一开始美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2D 制图呢，它基本上它都是一些传统的工作者以及一些资深的大师他会去使用的。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尺寸都是非常的精准。那为什么这还会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看 3D 图？那是因为你看不懂啊，你怎么会看得懂2D 图？这个题图感觉好像很好懂，其实它非常的难懂。首先呢，你今天它的逻辑是这个样子。今天你的家，你一个旧家或者是你一个新家买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空屋的一个样子。经由这种图说，再跟你讲每一面墙壁你的材质会使用什么木材、油漆，用什么样的颜色，它最后呈现的样子是什么？可能专业的设计师他自己有办法去脑中勾勒这个画面，他再去画这个图。但是你很难从这个图去想象到他想要的那个画面，你只能靠脑补。然后这个脑补呢，就会有很多的争议点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小剧场，就是设计师在讲他的一个平面规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身为业主，你已经开始放空了。然后不行，我不能让人家发现我看不懂他的图，我要在那边硬装，然后在那边盯，然后最后呢，你就提出一些更奇怪的一个需求，然后最后就开始鬼打墙，然后鬼打墙到最后的时候就开始恶性循环，到最后工程最后也做了，你不懂我不懂的情况下，设计师也搞不懂你不懂，你也不知道他不懂，然后最后做完了，那你开始在那边做工程纠纷了啊！我当初讲的就不是这样啊，你怎么做成这个样子？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它的原罪就在于这个图面的沟通方式。设计师可能他觉得说，我都懂的东西你应该都懂吧？他忽略到了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图。然后呢，业主会觉得说，设计师想诓我，他想要这种图来表现说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行，我就在那边硬盯。可是做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事情不妙的时候，你又拉不下脸，然后大家在那边纠缠。所以为什么很多工程的纠纷，其实都是属于在沟通不良的情况上面发生的。那今天我们有 3D 图这种东西，3D 图现在目前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流程的。我们有 3D 图可以看，为什么不看 3D 的？就像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少看漫画，都跑去看影片，因为影片是彩色的啊，漫画是黑白的嘛。那当然漫画有漫画的好，
只是说今天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就是浅显易见、很好理解，并且我可以参与沟通的一个东西，那就是 3D 图。那为什么普遍的一些设计师都不会察觉到这些事情吗？其实有很多的设计师已经开始察觉到业主看2D 图是看不懂的。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要再去进修他的一个技能，或者是在进阶他的一个服务，去转换玩 3D 图呢？其实这个原因呢，大概主偏有2。一个就是他已经没有想要去进修一个新的技能了，他觉得他这样子就很好，也不想要进修了。再来第二，就是他不想要公开透明化，因为呢，在这个线稿里面呢，它可以去模糊的涵盖出很多东西。今天它标注的一个材质，它的颜色如果差个2度，你可以知道，光是窗帘换个颜色，你整个空间的调性就完全不同嘛。在这个2D 图里面，它怎么可以把色彩动这些锁死？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你用 3D 图以后，你公开透明化的每一个东西的材质、颜色以及它的形体非常的清楚状况的时候，它很多东西是不能去把它模糊掉的。那对它模糊掉，它就会非常麻烦嘛。他觉得他很多东西透明化了以后，他会去刷新一些客户的三观，改变他们的一些思维逻辑，甚至可能会插手到你的一个设计。就他认为觉得这事情会没完没了，所以与其如此，不想要置身事端，与其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是我讲的一个面向，你今天你是业主，你也可以去试着思考看看，有 3D 图对你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吸收更多的资讯，参与更多的讨论？那今天如果说你今天的设计师愿意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话，是不是让你的一个沟通更加恰当？至少到最后你得到的每一样东西是你眼见为凭，是你所有东西是你一个一个讨论出来的。与其这样的话，你也不想要造成大家的困扰，你应该选的应该是 3D 而不是2D。好，那我们刚刚几乎都在为业主发声，那我们现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讲的是设计师，你就更需要画 3D 图，因为呢，我们有分好设计师跟坏设计师，同时我们也会有好业主跟坏业主。你今天你的 3D 图将你的东西所有透明化，然后并且将你用的颜色、你用的材质，全部一五一十的用 3D 去把它模拟出来以后，给你客户知道了以后，并且经由他的签合。那如果他在工程施作之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挥说啊，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请问有什么好不一样的？3D 图不是画给你看的，就已经做到一模一样了以后，你到底有什么好去跟我去做争辩的？这样其实也是在保护设计师本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过程中，他在工程里面一些纠纷，其实是不是只有单方面的问题？它是一个好几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要一个完全可以做依据的工具，那就是 3D 图，而不是使用2D 图这种会有模糊空间的东西。这样子其实它就算本身它没有一个模糊空间，它的利益是好的，但是只怕有心人嘛。不管是有心的设计师，还是有心的业主，都会让这件事情本来是美意一桩，都搞得非常的复杂，难以收拾。所以我才说，为什么大家要选的时候就要选会画 3D 图的设计师。同时，我要换位思考，你今天如果设计师的话，你迟早，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必须要学会用 3D 图来作为你一个服务的一个工具。再来跟大家提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在预售在买新物的时候，它通常都会提供一个彩色的一个平面图。那这个彩色的平面图呢，它通常很多是示意使用的，它没有办法去给你提供一个正确的一个尺寸观念，或者说它会把它衣柜画得特别的浅，沙发做的会比较小一点点。你从那个里面，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其实你没有办法从那个平面图看得出来，它到真实性到底有多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请厂商或者是建商去提供一下它的一个平面图，让我们的设计师去做一个 3D 立体建模的一个动作，将它墙壁跟它的梁柱系统整个都把它立模出来了以后，最后我们再去检视它所有可以运用的尺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而不是说将平面图或者是一些食品屋，它为了要追求的空间感，将一些合理性拿掉了以后，你最后无法理解，到最后你最后交物的时候想说，为什么我家这么小？它在名言上面它是没有骗你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有模糊空间，那个会误导你。唯一没有办法去骗你的，就是你真的要去寻求一个服务，你要将它把它 3D 出来，然后你再去慢慢去检视它到底这个房间的坪数有多少，它的空间感会不会很压迫，到底适不适合我使用。唯有这种方式，你才不会去走冤枉路。好，那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对室内装修之于 3D 图或3D 画技术这种东西，应该有更深的一层了解了。
其实这个技术也不算是特别新，也算是行之有年的。但是未来应该会有更新的，比如说虚拟化的技术啦、AR 等等的，会套用到这个地方，会更加的广泛。只是说，even在这个时代，大家还是对 3D 图这件事情不是说非常的了解，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存在觉得它只是一个示意或是耍帅好看，其实不是这样的。所谓的 3D， 它其实它可以模拟的程度可以非常的多，而且它可以给你到有效用也是非常的多，端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好，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我的观点就分享给大家知道。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阿斌，拜拜。